位好，欢迎来到美股坐标系。有这么一家公司，它不追风口，不讲故事，不碰 AI，它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现金稳定的收进来，再按时打到你账户上。连续18年从未削减过一次分红，自由现金流覆盖分红3倍以上。按现在的股价计算，年化回报超过 6.7%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市场最抢手的资产，但现实却相反，投资者正在抛弃它，嫌它无聊、没增长、没有想象空间，股价被砸到接近10年低位。这家公司不是快要倒闭，而是被市场系统性低估。它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角，美国最大的无线通信运营商 Verizon。先简单介绍下 Verizon， 美国无线通信领域的绝对龙头之一。它的核心业务只有一件事，向个人和企业提供稳定持续收费的通信服务。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无线后付费用户，用户规模超过1亿 ，ARPU 长期处于行业高位。这类用户粘性极强，哪怕在经济衰退期也极少取消手机套餐，构成了 Verizon 最核心的现金流基础。在商业模式上， Verizon 具有极强的防御属性，超过80%收入来自订阅制服务，每月自动扣费，现金流可预测性极高。对公司而言，这更像一条已经建成的收费高速公路，车不停，钱不断。在行业位置上， Verizon 是美国最大的无线运营商之一，网络覆盖率接近全国，尤其在高质量网络和企业客户市场具有明显优势。5G 建设高峰已经过去，资本开支开始回落，自由现金流逐步释放。就是这样，很多人宁愿去追那些股息率 3%， 随时可能砍分红的科技股，也不愿意碰这个现金奶牛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觉得它太无聊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，2026年最不无聊的投资策略，恰恰就是拥抱这种无聊。咱们先把话说明白，什么叫防御性股票？简单讲，就是经济好它不暴涨，经济差它也死不了的生意。Verizon 就是典型代表。你想啊，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衰退，你的手机账单会停吗？不会。你可以不买新 iPhone， 但你不能不交话费，这就是 Verizon 的护城河，它做的是必需品生意。数据也验证这一点，电信行业的贝塔系数大概在 0.7 左右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大盘跌 10% 的时候，它可能只跌 7%。2020年疫情暴跌，2022年美联储暴力加息，标普500都跌了 20% 多，但 Verizon 的跌幅常常比大盘少 30% 以上。更关键的是， Verizon 超过 80% 的收入来自订阅，就是那种每个月自动扣费的业务。这种商业模式我称之为收费高速公路，路修好了，车来车往，你就躺着收钱，抗周期能力极强。那为什么说2026年要关注防御股？这里得聊聊大环境。2026年开年到现在，市场在担心什么？3件事。第一，美联储降息预期反复横跳，去年大家还在幻想连续降息，结果通胀又抬头，现在市场开始怀疑今年能不能降2次。利率不确定性就意味着波动性。第二，科技股估值太贵了，纳斯达克的市盈率已经超过30倍，历史高位，一旦资金开始撤离高风险资产，钱会去哪？肯定是往低波动、高分红的资产跑。第三，地缘政治风险。最近自从委内瑞拉被特朗普抄家后，伊朗、古巴、欧洲都不太平，川普这边又嚷着要格陵兰岛，这些不确定性都会让投资者更倾向于保守型资产。而电信股恰好是本土业务为主，受国际局势影响最小的板块之一。所以你看，防御股的优势不是凭空来的，是市场给逼出来的。当大家都在追涨杀跌的时候，那些能稳定发钱的公司反而成了稀缺资源。咱们具体看看 Verizon 到底有多能打。先看分红历史，从2021年到2024年，每股股息从 2.56 美元涨到 2.71 美元，股息率从 4.5% 飙到 6.5%。注意，这不是因为公司大方，而是因为股价跌了，股价不涨，反而让股息率更诱人。这就是高分红股的躺平优势。2026年1月12日刚刚除息，每股派 0.69 美元，年化就是 2.76 美元。按现在股价算，股息率稳稳超过 6.7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才 4.6% 左右，而且国债还不涨。VZ 不仅给你 6.7% 的现金，股价还有升值空间。再看派息比率，这是重点。
很多高股息股票都是打肿脸充胖子，赚100块非要分120块，最后把公司分垮了。但 Verizon 的派息比率常年控制在51%到54%之间，也就是说，他赚的钱只分出一半，剩下的用来还债、投资 5G。更狠的是自由现金流，2024年全年自由现金流200亿美元，分红才用了不到70亿，覆盖倍数超过3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就算明年经济衰退，营收下滑30%，它也能继续维持分红，这才是真正的现金流护城河。那负债问题怎么看？很多人说 VZ 负债高，确实，电信行业都是重资产，但关键看利息覆盖率。Verizon 的利息覆盖率超过4倍，远高于能源股和地产股那种2倍都不到的雷区。而且新 CEO 收曼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赎回2026年到期的欧元债，优化债务结构，释放现金流，这是在为长期分红铺路。看到这儿，肯定有人问，电信股那么多，为什么选 Verizon 而不是 AT&T 或 T-Mobile？ 咱们摆数据说话，股息率 VZ 是 6.7%，AT&T 是 5.2%，T-Mobile 只有 1.2%。如果你是为了现金流来的， VZ 明显更香。派息比率 VZ 是 51%，AT&T 是 48%，T-Mobile 是 28%。乍一看 T-Mobile 更安全，但问题是他根本不想给你分钱，他要把钱砸在扩张上，适合赌成长，不适合养老。用户增长，这里 VZ 确实吃亏，每用户平均收入增长只有 2.5%，AT&T 是 1.8%，T-Mobile 高达 4.1%。但反过来想， VZ 的用户基数已经 1.4 亿了，市场份额稳居前3，它不需要野蛮扩张，只要守住存量就够了。5G 覆盖率 VZ 是 95%，AT&T 是 90%，T-Mobile 是 98%。T-Mobile 确实领先，但这里有个陷阱， 5G 建设高峰期已经过了，现在比的是如何从 5G 赚钱。VZ 的 FWA 宽带业务就是用 5G 信号替代传统光纤，正在爆发。2025年 Q3 新增用户预期50万，这是对冲传统业务下滑的关键。如果你想要被动收入， VZ 是最优解。如果你想赌下一个10年，可能 T-Mobile 更适合。但咱们今天聊的就是稳，不是赌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更困惑了，这么好的股票，为什么股价还在跌？这里有个认知差，我总结了3个市场误区。误区1，增长焦虑。华尔街的逻辑是没有增长就是垃圾，但问题是分红股的价值不在于涨多少，而在于每年给你发多少现金。你买 VZ 本质上是买了一台印钞机，它每年给你 6.7% 的租金，股价涨不涨反而不重要。如果你开启 DRIP 股息再投资计划，把每次分红自动买入股票，复利滚下来，年化总回报能达到9到 11%， 这已经跑赢大部分主动型基金了。误区2，利率恐慌。很多人觉得，如果美联储降息，债券收益率下降，高股息股会被抛弃，但这是倒果为因。降息往往发生在经济衰退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更需要稳定现金流， VZ 反而会被追捧。真正利空 VZ 的是利率暴涨加经济繁荣，但这种组合本身就很罕见。误区3，忽视管理层动作。新 CEO 绍曼刚上任就修订了3000万美元的绩效股权条款，市场解读为效率重置信号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公司要控制成本，优化开支，把更多钱留给股东，这可不是画饼，这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流改善。下面频道的老规矩咱们也得说清楚，风险在哪儿？风险1， 5G 投资压力。虽然 5G 建设高峰已过，但维护和升级依然烧钱。如果未来几年自由现金流低于预期，派息比率可能上升到 60% 以上，那就有点危险了。风险2，监管罚款。电信行业经常被政府盯着，隐私泄露、反垄断，随便一个罚单就是几亿美元。虽然 VZ 历史上没出过大事儿，但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险。风险3，技术替代。如果未来卫星互联网，比如 Starlink 真的普及，传统电信的护城河可能被掀翻，但这至少是5到10年后的事，短期不用太担心。风险4，利率路径。如果美联储突然鸽派到底，连续降息5次以上，那高收益债会更吸引人， VZ 的相对优势会减弱。但这种极端情况往往伴随经济硬着陆，那时候所有资产都会跌， VZ 至少跌得少。
如果你也认同以上我说 VZ 的这些逻辑，那怎么操作呢？策略一，分批建仓，不要一次性 all in。VZ 现在股价在38到42美元区间震荡，可以每跌2%加一次仓，分3到5次买完，这样能摊平成本，避免买在阶段性高点。策略二，开启 DRIP， 可以设置股息自动再投资，每次 VZ 发钱，系统自动帮你买入更多股票，滚雪球效应非常明显。策略三，长期持有，这不是短线股，别指望1个月翻倍，但如果你能拿5到10年，每年 6.7% 的现金流加可能的股价修复，年化总回报大概率在9到 11% 之间，这个收益率在低风险资产里已经非常优秀了。策略四，对冲配置，如果你投资组合里有很多科技股、成长股， VZ 可以作为压仓石，当纳斯达克暴跌的时候， VZ 的稳定分红能帮你稳住心态，不至于恐慌割肉。说了这么多，咱们做个总结。 Verizon 不是一只能让你暴富的股票，它没有 AI 概念，没有颠覆性创新，股价也不会一飞冲天，但它有3个杀手锏。第一，稳定现金流， 6.7% 的股息率在这个通胀依然高企的年代，相当于给你的财富上了一层保险。第二，抗周期能力，经济好它不会爆发，但经济差它也死不了，这种活得久的属性比跑得快更重要。第三，被低估的修复空间，市场现在嫌弃它，但一旦风险偏好下降，资金回流防御股， VZ 可能迎来戴维斯双击，既有分红又有股价上涨。我个人觉得这种股票更适合30岁以上追求被动收入的中产阶级，已经有一定资产，想降低组合波动性的投资者，不想天天盯盘，希望躺平收租的佛系玩家。如果你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满仓科技股赌未来， VZ 可能不适合你。但如果你已经经历过几轮牛熊，知道保住本金比追求暴利更重要，那 VZ 就是你的菜。2026年，当所有人都在追逐 AI、追逐热点的时候，不妨反向思考一下，什么资产能让你睡得着觉？什么资产能在熊市里继续给你发钱？答案可能就藏在这些无聊的防御股里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咱们不追热点，只讲逻辑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记得订阅点赞，咱们下期见。